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理财吧，我是你的理财好伙伴。你有没有曾经遇过这样的状况？打开手机 APP， 看到自己投资的 ETF， 股票一片绿油油，账面资产短短几天蒸发好几万元，甚至几十万元。那一瞬间，是不是觉得世界都要崩塌了？开始怀疑人生，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不适合投资？没错，今天我们就要聊聊股市崩盘的时候该怎么办。我们会从3个重点来带你理解什么是股市崩盘，为什么它迟早会来，股市大跌时我们可以做什么，又该避免什么，如何靠风险管理与资产配置打造出能穿越风暴的投资体制。这集的重点不是教你如何预测崩盘，而是让你知道，就算崩盘真的发生，你也能照常生活，照常存钱，甚至逆势加码，累积更大的财富。什么是股市崩盘？为什么它总是来得又急又猛？我们先从概念开始。所谓的股市崩盘，简单来说就是股市在极短时间内出现剧烈下跌，这个跌幅可能是一天跌超过 10%， 甚至连续多天重挫，整体市场情绪陷入恐慌。举几个历史上的例子你就会明白了。1987年，美国股市出现所谓的黑色星期一，道琼指数单日暴跌 22%，这在现在的标准来看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。2008年，雷曼兄弟倒闭引发全球金融风暴，许多人的退休金瞬间缩水一半。最近的一次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时，美股熔断了4次，短短1个月就跌了30%以上。你会发现，崩盘其实不是什么稀奇的事，它几年就会来一次，而造成崩盘的原因也各式各样。有时候是因为经济数据太差，像是 GDP 成长放缓，失业率飙升；有时候是因为黑天鹅事件，像是战争、恐攻、疫情爆发；还有一种很常见的，就是市场自己炒过头了，股价早就脱离基本面，当泡沫破裂，自然就会往下大修正。换句话说，股市崩盘就像天气里的台风、寒流一样，不是我们能阻止的，但可以事先准备，减少损害。股市崩盘的时候，我们该做什么，又该避免什么？来到最关键的一段，当市场大跌，我们该怎么做？我知道，看到账面一直掉，一定会慌，这是人性，但最怕的就是在恐慌之中做出错误的决定。所以接下来我整理了5个股灾生存法则，让你在面对崩盘时有一份清楚的指引可以依靠。法则1，不要急住卖光。你一定听过一句话，没卖就不算赔。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消极，但在崩盘时期，它反而能救你一命，因为你一旦恐慌性卖出，就很可能会卖在最低点。最惨的是，等你鼓起勇气想要买回来时，市场早就涨回去了，你永远买不回当初的价格。研究显示，若你错过股市前10大的大涨日，你长期报酬可能直接砍半。所以崩盘时不动，比乱动还重要。法则2，确认你的紧急预备金够不够。崩盘真正可怕的地方，不是账面下跌，而是你急需用钱却不得不卖出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突然失业，需要看病，家里有突发开销，而你又没留现金，那就只能硬住头皮把股票卖掉，这就是所谓的被迫卖出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你要先准备好3到6个月的生活费，放在风险低、
流动性高的地方，比如高利活存、货币型基金，这样即使市场动荡，你也能照常生活。法则3，停止 all in 投资。在牛市时期，很多人会变得很勇，觉得不压大就赚不到，但这种过度集中的做法，到了熊市就会让你直接重伤。所以你一定要学会分散，把资产配置在不同类型的工具上，不要什么都压在同一个篮子里。这就是我们下一段要讲的资产配置。法则4，定期定额，不要停扣。很多人在崩盘时会停止定期定额，觉得市场很可怕，但其实这时候反而是你捡便宜的大好时机。透过定期定额，你能自动买进更多单位数的股票或 ETF， 拉低平均成本。等市场回升时，你会回得比别人快得多。记住，市场下跌是资产打折，不是崩坏。法则5，回顾你为什么投资。在恐慌中，我们容易忘记自己当初为什么开始投资。你是为了退休金、孩子的教育费，还是财务自由？想一想，如果你投资的标的是一个基本面没变、体制稳健的企业，那它的股价短期下跌，真的会影响你的长期目标吗？这时候，理性大于情绪，只有理性，才能让你撑过市场的寒冬，迎来下一次的春天。3，真正让你稳住财富的，是风险管理与资产配置。现在我们要讲的，是你能否穿越市场风暴的核心。风险管理与资产配置。先讲风险管理，它不是教你不要投资，而是教你在投资之前先做好保险。怎么说呢？1，风险管理。先了解自己的承受度。每个人对风险的承受力不同，有些人看到账面跌 10% 还能淡定，有些人跌 5% 就睡不住。你要先知道自己的容忍程度，才能安排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。同时，请你记得3件事：绝对不要借钱投资，不要用生活费下场，不懂的标的不碰。这3条原则听起来很老生常谈，但真的能让你避开大多数灾难。2，资产配置。鸡蛋要放在不同篮子里。资产配置，简单来说就是，不要把所有钱都压在一个地方，而是分散风险。你可以分配在股票、台股、ETF、美股、债券、政府债、公司债、现金或活存、替代性资产，例如黄金、不动产、REITs。假设你今天有100万元，可以考虑这样分配：60%股票型资产，追求成长；30%债券或稳定收益资产，降低波动；10%现金或货币市场基金，应对突发状况。这样的配置，即使股市大跌，你也不会一次损失全部资产，还能有机会在低点加码，做出漂亮的布局。3，定期检视与再平衡。配置做完不是一劳永逸，你要每半年或每年检查一次你的比例，有需要的时候进行再平衡，也就是把涨多的部分卖掉，补回跌多的部分，这样能长期维持理想的风险与报酬比。每一次市场的剧烈震荡，都是一场考验，也是一场学习的机会。崩盘不是世界末日，而是市场在提醒我们，投资不只是追求报酬，更是对抗风险的智慧旅程。当你拥有清楚的资产配置、稳健的风险管理策略，再加上一份从容不迫的心态，你就能在风暴来临时站稳脚步，不急、不慌、不乱。你不需要预测风向，只需要在风雨来临之前，替自己的财务建好避风港。记住，
真正厉害的投资人，不是永远赚钱的人，而是在市场低迷时能守住信念，持续执行计划的人。当别人恐慌时，你能冷静；当别人退场时，你还在场上。这份纪律与耐性，将是你未来财富的根基。最后，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留言分享给正在面对市场动荡的朋友。你的一个小小动作，可能会成为别人理财路上的一道光。我们是理财吧，用最白话的方式说明最重要的财务知识。愿你投资安心，理财自在，生活不再被市场绑架。下支影片见。